在湖北當陽青龍村的大山絕壁之上，隱藏着一個千年石屋奇觀。整座山體被掏空，古人竟在懸崖中開鑿出上下2層數十間石屋，走進去，仿佛穿越時空。灶台、客廳、石床，甚至衛生間遺跡仍清晰可見，仿佛還能觸摸到昔日生活的溫度。據當地村民代代相傳，這處石屋是1000年前一戶大戶人家的8兄弟為躲避匪患，帶領家人歷時數年親手鑿成，藏身於險峻懸崖之中。這裡地勢陡峭，易守難攻，堪稱一處隱蔽而堅固的空中堡壘。今天就讓我們一起走進這座千年石屋，探尋古人如何在絕壁之間構築出一方生存的家園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樂，今天我來到湖北宜昌的青龍村，我的身後就是古人開鑿的石屋。現在呢，我們就到內部去看一看，它裡面究竟是什麼樣子。前方這些岩壁上掛滿了密密麻麻的小洞，這就是古人開鑿的石屋。這些小洞就是他們的大門和窗戶。這個地方現在是水位下降了，我們才能過去。平時來玩的話需要乘船，因為前方就是曲河。現在剛好水位下降了，我们可以直接走過去。過來之後，我看到它有2道大門，左邊這裡可以上去，然後右邊這裡也可以上去。我們走右邊吧，一會兒從左邊下來。這個鐵架子也是後來搭建的，以前是沒有的。我們看它到那個大門的位置高度應該有6米左右。古人他們是怎麼上去的呢？以前他們使用的就是那種可以收縮的梯子，他們上去之後就把那個梯子給它收起來，這樣的話起到一個很安全的作用。過來之後，我們看到這裡有一塊文保碑，我們過來看一下，上面寫的是百寶在銀屋，這也是文保單位了。現在呢，我們就從這個鐵架子上去。這個鐵架子非常的牢固，走在上面很穩。上來之後，這裡就是石屋的大門。以前這個地方它也是有關起來的，我們看到下面有門栓啊、門柱這些，這裡就是門檻。我們進來看一下，這道門也是後來搭建的，不是以前留下來的。你們看這個門檻、門柱，這個地上也是凹凸不平，邊上的岩壁也是凹凸不平的。我們往裡面走，這個地方進來就比較小，我們要彎着腰才能進去。哎呦！進來之後，我們看到岩壁上有很多的凹槽，還有一些圓孔。以前這個地方是做了一個2層的設計。它這個邊上可以插上這些木樁子、木柱子橫着，上面就可以堆放東西。這個位置有一個很深的槽，這底下可能是存放東西的。這些木架子呢，也是後來搭建的，因為這個地方有人來遊玩嘛，為了安全重要，因為這個地方的深度還是比較深的。然後這裡有一道很大的落地窗，可以看外面的風景。對面就是曲河，那個村莊就是青龍村，這裡的風景也是非常的漂亮。我們繼續往裡面走，它這個門也是比較窄，只能容納1個人通過。過來之後，這個空間還是挺大的，它上面也是開鑿了有那些凹槽，也是用來放那個木樁子的。這邊這也是一道門吧，這應該。我們看這裡，這個地方不知道是幹嘛的，有一個很小的一個空間，這個可能是用來藏人的，因為這個地方假如有人進來，他就躲在這裡，然後就剛好可以攻擊他，然後這邊就可以上2樓。這個樓梯也是後來搭建的，我們上去。我去，這個還挺垂直的，哎呦！上來之後，這些石梯就是在岩壁上天然開鑿的。這裡還有一個空間，這個空間應該也是用來藏人的。然後人站在這個位置，要是有人從這裡上來，也是可以攻擊，起到一個防護作用，2層防護。
哇，这個石梯好陡峭啊！我們上去。哎呦，我感覺我要拉上邊上的柱子才上得來，因為太垂直了。我去，哦，我終於上來了。我們來看看剛才我上來的地方，這個地方很窄，而且很陡峭。你們看這個石梯，它就在這個岩石上開鑿出來的。然後這個地方就是用來藏人的，有人想從這裡上來，剛好這裡就可以起到一個防護的作用，真的是一夫當關，萬夫莫開呀。我們上來看一下這裡面，這裡面就是一個房間了，這個房間就比較寬闊了，應該是用來住人的，但是邊上它也不是很整齊，也是凹凸不平的，上面也是有這個凹槽，也是用來放那個木柱子的。這裡有一扇落地窗，也是可以看外面的風景。它左邊這裡還有一個房間，我們到左邊這裡看看。這個挺高的，它的高度應該有3米多吧。然後這裡也是有一扇窗戶，我們看邊上這些凹槽就能看出來，它以前這些窗戶都是可以關起來的。你看這裡也是有凹槽，這個凹槽它是斜着的，它為什麼要斜着呢？我們看左邊，左邊是圆孔。如果說它兩邊都是圓孔的話，就是那個木材它是放不進去的，那個木柱子。它这樣是凹槽的話，剛好可以斜着，就可以把那個木柱子給它放進去。古人也是特別的聰明啊。然後這邊這道門就特別的狹窄，我們過去看一下，這邊是幹嘛的？我去！這個房間怎麼感覺有股臭味啊？這裡面有2個槽，一深一淺。這邊這個是深的，這個應該有1米多。然後這邊這個就比較淺，這個只有30來公分。它這個是幹嘛的呢？我感覺這個地方應該是用來養家禽的，養家禽牲畜的地方，就是養豬嘛，養豬的地方應該是。這上面也是有2層的設計。因為它放上木樁子，上面鋪上木板，就可以用來堆放東西了。我們過來到這邊看看，這裡有一個小空間，感覺這個地方也是有煙燻的痕跡。然後這裡還有一個瞭望口，它設計的是裡面大，外面小。然後這邊也是一扇窗戶。好，現在我們去對面看看，對面還有很多房間。哎呦，這個門真的太窄了，我要側着身子才能過來。這個地方就是剛才我上來的位置，我們往對面走。這個門也是比較窄啊。哎呦，過來之後，這個空間就比較小了。然後這裡也是有一扇窗戶。這下面這個是幹嘛的呀？這看起來像一個很小的灶頭，做飯的地方。剛好這個地方把那個煙子從這裡排出去，然後上面這裡也是有一個小孔，它這個不知道是用來幹嘛的。我們繼續往前面走，這裡面的採光還是比較不錯的，它每一個房間都有這種窗戶，我們不需要打手電就能看得很清楚。然後這個岩壁上也是有圓孔的設計，它就是插木樁子的。這邊就是斜着的凹槽，剛好這樣可以給它放進去。這些岩壁它也是凹凸不平的，然后這邊的話比較整齊一點。我看到這裡有一個灶頭，這裡應該就是廚房了。我們過來看一下古人開鑿的廚房。這下面有一個梯子，這裡就是左邊下去的地方。一會兒我們要從這裡下去。我們先來看看古人開鑿的廚房。這裡它也是做了一個2層的設計。這邊有一扇很大的窗戶，然後這裡就是灶頭了。它這個灶頭啊，非常的特別，它不是後來修建的，就是他們開鑿石屋的時候，就把這個地方給它留下來了。真的，就在這岩石上開鑿的，很大的一個灶頭，下面就是燒火的，然後上面就是放鍋的，放一口大鐵鍋，可以幾十個人吃飯都夠了，這麼大的灶頭，設計的非常的巧妙啊。然後這邊還有排煙口，這就是排煙口，然後煙子可以從這裡給它排出去。你們看邊上這些都有煙燻的痕跡，黑黑的。我們繼續往這邊走，這邊還有很多房間，這裡有一個坎，
哎呀，我们上来，这个房间就比较大了，这里比较高，它最高的地方我感觉有4米多。這裡也是住人的，它每個房間都有2層的設計，它上面需要堆放東西嘛，然後下面住人。這個位置應該是門，看它這個設計應該是像一道門，這裡不是窗戶了，邊上有門柱，以前是給它關起來的，他們可以開關自如。我們繼續往這裡面走。哇，這個地方就比較高了，我感覺最高的地方有7、8米。這個地方是幹嘛的呢？我去，這下面不會也是養牲畜的地方吧？這邊是做了一個3層的設計，下面有一排雲孔，上面那裡還有。這個地方可能也是養家禽牲畜的地方，我感覺太大了，這個位置。我們看它這個地方以前是懸空的，我們看一下下面，還真是懸空的，很奇怪啊！它這個房間到底是幹嘛的？因為這些木樁子嘛是後來搭建的，因為經常有人來玩嘛。我們往上面走，這裡就是最後一個房間，這個房間也是比較大的。我知道這個地方是幹嘛的了，這裡就是古人開鑿的廁所。我們看下面那個地方有個很大的孔，這邊還有這些凹槽，然後在這裡上廁所，那個凹槽就可以用水把那些污穢給它沖出去。然後這上面呢，這個地方有一扇小窗戶，剛好可以用來通風的。但是這個地方還有一個雲孔是幹嘛的呢？我個人認為啊，應該就是引水的，就是下雨的時候那個地方有水排進來，剛好把這裡面給它清理一下。古人對環保這一塊還是做的比較不錯的，真的特別的有智慧啊，非常的聰明。然後這邊也是有一道門，這外面的風景也是非常的漂亮，真的這個石屋的採光特別好，你們看，亮通通的。現在我們從左邊下去，我們看看下面1層是什麼樣子，因為它這裡是2層的設計，有2層石屋，我們到下面1層去看看。我們要從這裡下去，我去，這個梯子好陡峭啊！這個梯子也是後來搭建的。我去，這個地方特別的窄啊！哎呦，這地方不注意都要撞到額頭了。還好有這個扶手，可以扶着這樣下來。哎呦我去！我們來看一下剛才我下來的地方。它這個地方設計的比較小，它為什麼要這樣設計呢？因為這裡就是一道大門嘛，要是有人想來偷襲攻擊的話，他們可以迅速的跑上去把那個梯子給它收掉，收掉之後就有人在上面用武器然後守住這裡，下面有人想上去的話，基本上是上不去的，起到了一個很好的防護作用。然後這裡呢就出來了，就到剛開始我們下面看到左邊的那個梯子，我們來看一下，剛才我是從右邊上去的，這邊就是左邊。你們看這個岩壁上有很多的這些樹木藤蔓了，它這個起到了一個隱蔽的作用，要是在外面不注意看的話，都發現不了這個石屋。朋友們，現在呢我就從石屋裡面走出來了，真的太佩服古人的智慧了，把這麼大的一座山給它掏空了，然後在裡面居住生活。這間石屋現在也是保存完好，雖然它過了千年之久，因為這些岩石看起來非常的堅硬，我感覺這個石屋再居住個1000年都不成問題。好，今天的視頻呢就分享到這裡了，我們下期再見。